父亲霍华德·查普曼瞪大眼睛，难以置信地看着我。我之前提议让你嫁给沙利文家，嫁给你布鲁斯，你可是大吵大闹，坚持要退婚。现在怎么改变主意了？我迎上霍华德的目光，前世他人生急转直下前对我微笑的样子，让我的心一阵抽痛。那时候是我太幼稚了。您一直在缩减家族的业务，计划转型，为了我，在外人面前假装只是个普通富商。我也曾以为我能像普通人一样幸福的生活，但我错了。没有权利，我们只会任人欺负。与其他家族结盟，或许对我们有利。我现在明白了，爸爸。至于那3个人，他们各有各的心上人。我不想做那个拆散别人的人。霍华德松了一口气，慈爱地拍了拍我的肩膀。我一直都说你是个有远见的孩子。我马上去沙利文家，把你们的婚事敲定。要是他们不识抬举，我就是倾尽所有也要帮你如愿。看着他这副故作夸张的样子，我忍不住笑了出来。就是这样一个宠我的霍华德，却在前世因为我落得那样的下场。这一世，我发誓要改写我们的命运。我攥紧拳头，强忍着泪水。还没等我再次开口，门猛地被推开，那3个男人闯了进来，将我围在中间。约埃尔·亨德森就站在我面前，急切地抓住我的肩膀，手指用力地让我皱眉。雪莉，你必须告诉我，你选了谁？不会是我，对吗？约埃尔曾是我前世的左膀右臂，我几乎将一半的资源都倾注在他身上，助他上位。然而，他刚成为副首领，就背叛了我们，窃取机密，导致我们覆灭。我冷冷地瞥了他一眼，嘴角勾起一丝讥笑。我的反应只是让他们更加愤怒，他们的脸因暴怒而扭曲。雪莉，不管你选谁，我们都不会留下。其中一人唾弃道：“我会让你落得孤家寡人。我们和阿米莉亚在一起，她不是你这种娇生惯养的大小姐，她需要我们。”他们说得如此信誓旦旦，而我，这个差点就要宣布与布鲁斯·沙利文订婚的人，不禁冷笑。我决定今天不宣布了。他们的怒火瞬间爆发，约埃尔抓着我的手也收紧了。你们几个还真是一点就着啊，霍华德干巴巴地评价道。霍华德一开口，3个男人立刻躬身，态度瞬间变得像乖孩子一样。约埃尔不情愿地低下头，用坚定的声音说：“查普曼教父，我们欠您很多，但我们不能通过娶雪莉来报答您。我们愿意为您赴汤蹈火，但您不能囚禁我们的心。我们爱阿米莉亚，她才是我们想娶的人。没错，我们想自己做主。”伊桑、劳伦斯和奈尔逊、史密斯齐声附和。霍华德的眉头因一丝怒意而皱起，他明白了我为什么重新考虑嫁给布鲁斯。你们想过娶阿米莉亚意味着什么吗？约埃尔嗤之以鼻。查普曼教父，阿米莉亚比雪莉努力10000倍。她马上就要拿到圣哈特维尔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了，到时候我们都能重见天日，出人头地。另外2人点头表示同意。阿米莉亚一直都是那种聪明、有上进心的人，她将来肯定会成为圣哈特维尔大学最杰出的毕业生之一。到时候我们就能结交政商2界的大人物，变得比查普曼家族更强大。霍华德无奈地叹了口气，看到另外2人眼中也带着同样的决心，显然赞同约埃尔的看法。雪莉的未婚夫已经定下来了。没等这3人想出任何脱身之计，霍华德的宣告就粉碎了他们所有的幻想。1个月后，雪莉的婚礼钟声就会敲响，到时候你们3个都要在场。那时你们就会知道是谁赢得了他的芳心。霍华德凑近，声音压低成耳语：“沙利文家刚刚同意了，我得去和他们敲定细节，可能要3周左右。等我回来的时候，我的好闺女就该穿婚纱了。”第2章，霍华德一走，那3人就迫不及待地把阿米莉亚带到了我的成人礼派对上。她穿着华丽的礼服，珠光宝气，睫毛卷翘，这无疑是她的主场秀。我在暗处看着，冷笑。他们以前花钱大手大脚，全仗着我们家族的资金支持。
然而，从我重生那天起，我就跟财务部门说清楚了，不再提供任何资金支持。现在，他们花的都是自己的老本。我倒是想看看，等这场婚礼闹剧结束，他们还能剩下什么。果然，接下来的几天，他们把阿米莉亚宠得像公主一样。她的生日派对堪比女王级的盛典，3个追求者争先恐后的送礼。约埃尔最是出彩，单膝跪地，献上一束镶满钻石的花。阿米莉亚，我们可以给你全世界，你永远是我们的小公主。我记得约埃尔以前也对我说过类似的话，就在我们儿时玩耍的那棵老树下。我的心跳漏了一拍，我深吸一口气，稳住自己。但事实上，我从未梦想成为任何人的公主。我生来就该是自己的女王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在我试穿婚纱那天，一只粗暴的手把它撕破了。我震惊地转过身，他们就在那里，约埃尔、伊桑和纳尔逊。而陪我来的司机却不见踪影。伊桑走上前，雪莉，我们决定了。小时候的承诺必须算数，我们应该在一起。等我们和阿米莉亚结婚，你可以当我们的保姆。纳尔逊附和道，点头表示就这么定了。他们这番无耻的话让我反胃。我冷冷地回击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他们的脸皱了起来。雪莉，什么态度？我们就像一家人。你怎么能说跟你没关系？再说了，你整天游手好闲，从不求上进。没有我们，你早就完了。谁不知道我们想送阿米莉亚进那个特别项目，可你偏偏诬陷她作弊，她差点为这事自杀，都怪你。我瞪着他们，眼前这3个蠢货。阿米莉亚蠢得像袋土豆，也就这3个睁眼瞎会觉得她聪明。她连最简单的事都做不好，我何必去举报她？他们还梦想着和她一起去圣哈特维尔大学，以为能成为大人物。我只是冷笑，跟白痴争论毫无意义。然后，阿米莉亚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，用那双受惊的小鹿般的眼睛看着我。雪莉，你真的愿意考虑当我的保姆？我忍不住翻了个白眼，你以为我会放着大小姐不当，去给你当保姆？阿米莉亚踉跄后退，眼中噙满泪水。我懂了，雪莉，你看不起我，但我也有梦想。约埃尔，还是听大小姐的话吧。我只是个身无分文的小人物，对你们的大计划没半点帮助。他话没说完，我就感到背后被猛推了一把。第3章，我重重摔在地上，腿蹭在粗糙的地面上。我那所谓的未婚夫们把我推到一边，争先恐后的去当阿米莉亚的护花使者。不是你的错，阿米莉亚，他们说，她不过是个没落黑道家族的大小姐，却总看不起你，挑剔你。别以为你有钱就能玩弄我们，雪莉。阿米莉亚比你好1000倍。你家想洗白，全靠阿米莉亚将来的人脉。别做梦，我们会娶你，继续为你们那个摇摇欲坠的家族卖命。我们绝不屈服。你休想让我们当你的走狗。在他们视线之外，阿米莉亚朝我露出得意的笑容。前世，她总是用我好可怜这招来离间我们。我曾经还怀疑是不是自己有问题，但现在不会了。我看清了谁才是被耍的那个。是我太天真了。我试图爬起来，但伊桑的靴子踩住了我。约埃尔的声音充满轻蔑，还摆大小姐架子。要不是你满脑子结婚幻想，我差点就信了你的鬼话。想到要娶你，我就恶心。他又补充道，省省吧，就算你穿金戴银，在阿米莉亚面前，你也一文不值。纳尔逊的脚狠狠踩在婚纱上，他的鄙夷显而易见。纳尔逊紧紧抓着我，我拼命挣扎也挣脱不开。我怒视着约埃尔，声音充满愤怒，我结婚不关你们的事。然而，那3人只是嘲笑我。查普曼先生亲自邀请我们参加你的婚礼，你倒还在这儿装硬气，他们嘲笑道。我们是为你好。当个保姆能实现你和阿米莉亚的梦想，你还不识好歹。阿米莉亚看着我，眼中含泪，嘴唇颤抖。雪莉，是我错了，让我当你的保姆吧。你去结婚，当你的教母夫人，好吗？她那副可怜相像磁铁一样吸引着他们。
他们叫来手下把我按住，把他衣服扒了，送到改造营学规矩。他们下令。我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，我是大小姐，你们怎么敢这样对我？没人理我。那3个家伙仗着是我未婚夫的身份，聚集了不少自己的手下。现在趁我父亲不在，终于露出了他们恶毒的真面目。我咬紧牙关，瞪着他们3个约埃尔，去那里会死人的。我爸绝不会原谅你们的。改造营是出了名的折磨人的地方，进去的人能完整出来，精神不垮都算幸运。我曾被误送进去过一次，那成了我永远的梦魇。他们都知道。雪莉，就等2周，等我们和阿米莉亚结了婚，就把你弄出来，一切都会恢复原样，他们承诺道。我在那个地狱里熬了5天，他们用的那些工具我见都没见过，我像疯猫一样反抗。我睡觉都睁着一只眼，怕醒不过来。那段时间，他们谁也没露面，只有阿米莉亚来过，只为幸灾乐祸。你命真大，居然没死在里面，他嘲笑道。不过这样也好，不然以后怎么照顾我呢？你可是要当我私人保姆的。阿米莉亚凑近，气息喷在我耳边，你知道吗？你一直暗恋约埃尔，对吧？可惜你从没走进过他们的心。约埃尔还有另外2个，我们1年前就跨过那条线了。他把一张验孕报告塞进我手里。猜猜看，孩子是谁的？我还没消化完这个爆炸消息，阿米莉亚就抓起一个花瓶砸在自己头上。第4章，鲜血涌出，阿米莉亚瘫倒在地，捂着肚子。我知道你不会同意我留下孩子，雪莉，但你不能就这么扼杀一条生命。他话音刚落，约埃尔和他的伙伴们就像凭空出现一样，一把抱起他，对他又亲又哄。伊桑瞪着我，手指戳着空气，去改造营待了几天，还改不掉你那大小姐脾气。约埃尔和阿米莉亚已经安排好婚礼了，我们是伴郎。我们本来想邀请你参加他们的婚礼，算了，你不配来。纳尔逊把我推到一边，在这儿好好反省。什么时候想通了，什么时候再求救。说完，他们把我锁进一个房间，禁止任何人探视。被关了3天，我口干舌燥，饥肠辘辘，但我用发卡撬开了锁，逃了出来。我跌跌撞撞回到家，身上伤痕累累，却看见阿米莉亚被一群男人众星捧月。她身着一袭惊艳的长裙，手腕上闪耀着镶钻手链，俨然是宴会的焦点。而我一身狼狈，成了这场盛大宴会的不速之客。但我的目光死死盯住了她的手腕，你怎么敢戴那个手链？我如遭雷击，猛地扑上前，用尽全力抓住她的手腕。还没等我夺回来，纳尔逊就把我狠狠推倒在地。伊桑按住我，毫无尊严地向阿米莉亚鞠躬。阿米莉亚能戴这旧手链是她的荣幸。就是，你首饰多的是，给阿米莉亚一个又怎么了？约埃尔在他们制服我时无动于衷。雪莉，你到底是怎么从那儿跑出来的？你不会还以为我们要结婚吧？我明确告诉你，没门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目光锁定那3个男人。这手链是我妈妈的，她第一次带你们回家时就带着它。约埃尔和其他人愣住了，关于妈妈温柔照顾的回忆涌上心头。就在这时，阿米莉亚突然放声大哭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我把手链还给你。她话没说完，假装脚下一滑，手链摔在了地上。我目瞪口呆地看着它碎成几段。下一刻，阿米莉亚一脚踩上去，把它彻底踩碎了。我不配。我知道你因为我出身看不起我，但你没必要拿个传家宝来羞辱我。教母夫人才不会带这么寒酸的东西。我无父无母，雪莉，你给我个手链怎么了？难道就你父母有钱是人，我们父母就不是人了吗？阿米莉亚捂着耳朵，拔腿就跑，我那3个所谓的未婚夫紧随其后，拽着我跟上。我还没喘过气，一辆大卡车就朝我们疾驰而来。约埃尔大喊：阿米莉亚！他们都扑过去救她。然而，我被遗弃在原地，被卡车撞倒，抛向空中。雪莉，
在黑暗降临前，我瞥见有人朝我扑来，还听到了3个惊慌失措的声音。阿米莉亚擦伤了，快送她去 ICU。